见，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未来银行里面金库现金非常多，希望各位用智慧来变现啊。是的，今天主题是旅游达人最强之夜。首先介绍 Brian 啊，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吧 ，Brian。大家好，我是布莱恩，就是我目前旅行大概50几个国家啦。那今天特别觉得要让大家有一些收获，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在机票很贵嘛，所以我可以教2个，因为其实有很多招，但教2个小撇步，让大家有机会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票。第一个就是我最近很常用，就是使用 VPN， 就是跨领域到别的国家的网域。那像我最近在买南美洲的机票，我如果用台湾的网站IP 直接去买的话，大概就是2万多块，比如说智利到复活节岛来回。可是我把我的 VPN 挂到智利当地之后，我只要9000多块台币而已哦，所以来回就可能打了4折5折左右。其实这在很多外籍航空你都可以去用到当地的 IP， 都会是一个方式，有时候可以省到5折6折左右。谢谢你，来接下来介绍张彦明。彦明是外景主持人，冒险王。对，冒险王10几年前，然后我去过非洲的乌干达，然后还有阿拉伯的阿曼跟也门，还有中南美洲的尼加拉瓜，都是非常危险的国家。对，然后我有一次经验最特别的是在非洲疑似得到疟疾。哇！对，因为那个时候疟疾是没有可以打针的。可是你出国之前要打预防针吗？出国的时候是要先打脑积水跟狂热病，然后疟疾是只有先吃奎宁预防，它没有针可以打。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胆战心惊，因为蚊子多到你喷防蚊液都没有效的那种状态。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旅游的人就有说，如果你没有得过疟疾，代表你没来过非洲，因为他们非洲人是没有钱医治疟疾，然后他们就是躺在路边晒太阳。晒太阳杀菌，那如果有些人会好，但有些人就死在路上。阿翔跑过那么多地方，你没有得过什么疟疾？在东南亚一带的，应该是很熟悉你了吧？东南亚蛮常去的，因为你时尚玩家跑那么多。我后来去到就是。我在那边好像感觉到受到礼遇一样，就是回国欢迎回国的，莫名其妙一下飞机之后，大家团队一起走嘛，然后要走了要去过海关啊，大家走在一起，就会有莫名其妙海关人员就叫我过来，说你带地人要走这一道这样，莫名其妙欢迎回家了。对啊，我在印尼发生过一次，在泰国也发生过一次这样。来，接下来介绍方宇。方宇，对。我的话呢，我就是真的是有了孩子之后呢，我会把我的孩子呢当成外景在出，就带他们出去，把它当成外景在出。那我最近的一次呢，就去日本 long stay，去 long stay 1个月。那你知道，就是把那个疫情没办法出国的那个份全部一次把它补完。不过这个经验是值得考虑一下。对啊。来，接下来是赖俊龙。俊龙也是外景主持人。对，哇，这边听到很多那个前辈们的分享，觉得我这边也要分享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因为在出外景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爱玩客会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嘛。那一个最危险的经验就是在尼泊尔的时候，我们在一个300公尺的悬崖上面去捕那个蜜蜂，因为他们当地已经大概有100-200年都是靠卖那个蜂蜜为生，然后大概要走3天的山路这样子。那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从台湾带了防护衣去到那边想说有防护衣应该是很安全，但其实一旦你开始打那个蜂窝的时候，大概5-6万只的蜜蜂就是瞬间觉得你就是你知道敌人这样子。其实我还是有被叮到，因为那个防护衣还是有一些缝隙在。然后我们穿那个叫 harness， 就是吊着攀岩的东西，脚张很开，你知道吗？很害怕吧？超级怕，我很怕回来没有办法，对，在那个传宗接代。小龙龙被叮肿了就。对，后来我就发现外景主持人的那个。汰换率很高的原因，其中一个很多是因为就没有回来，所以我觉得各位今天我们能站在这边，都算是运气非常的好。但是要成长的话，就是要走外景。真的好，欢迎5位，欢迎5位，欢迎5位。接下来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超人气主播朱思翰，主播是台大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接下来介绍加医科名医陈柏成，医师呢是国防大学国防医学院。是的，我们马上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首先，请Sandra请讲解游戏规则。欢迎5位
与旅游达人来到未来银行，请转身看一下我们的金库，为你们准备了5万元的奖金，可以赚回来喽。是，怎么累积呢？每答对1个答案，就可以累积2000元的金额，马上进入你的账户。这一回合的5万元，我们要抢光为止，大家加油。是的，第一题呢是由我们的朱思翰主播来举千或差。哎 ，Sandra， 请出题。春天呢是旅游的旺季，请问根据搜寻引擎的调查，旅客搭飞机时最讨厌遇到哪些情况？前20名有哪些呢？请讲答，请说。醉汉就是呢，喝很多，然后影响到别人再给我一杯，再来。喝醉酒的醉汉，对或错？没有错。来，请2000。来，俊龙。这个我以前很讨厌他，但是后来我变成加害者，就是带婴儿上飞机。带婴儿上飞机，对或错？对，不对。哦，为什么？什么意思？不对啊！是很讨厌小孩吗？就是哭声吗？可能带上飞机没有问题，是他不是哭闹，不是这个应该是说，是真的是很讨厌，可是不能拿出来讲。没有政治正确，不可以说。对，没有办法，有的可以做，但不能说。懂。你也很想打隔壁小孩，但你不能打。对啊，对不对？真的不能打。就这个都不能列为前20名，也许他已经是在前几名。他其实第一。但是每个人带小孩都很辛苦啊。对呀，还替你椅背的。对椅背，对不对？这个应该不是在20名之内。这没有在20名之内。对呀，我讲的没错，因为很难弄到20名之前，这样对有小孩的对不公平的。所以有时候做节目也很辛苦，哎，只能温馨一点，要温馨一点。你算是比较可怜，你比较实在。来 ，Brian， 我遇到就是踢椅背，尤其是那种，还有一种是搓荧幕，但我觉得踢椅背比较恼人啊。拖椅一直踢前面椅背，对，一直踢前面椅背。对或错？也没有在20名内哦。也没有，所以还有更讨厌。踢椅背很讨人厌哎，他讨厌死了。对啊，张一鸣。我遇过一个就是音乐太大声，就是他戴耳机，但他的就是那个对音乐很大声，然后最主要是他还跟着哼唱，然后高音还破音，哎呦，尴尬。对或错？没错，有的，请增加2000。翔哥，哎，怎么一开始就2个淘汰？会不会5万块拿不完啊？没关系，还有别题啊。脱鞋子啦，闻到袜子的味道，对，这个有啊，嗅觉上有。可是没有啊，去他就会叫我们 VIP，就是坐商务舱。我那是你们哎呀，不是他都有拖鞋不是吗？他都有拖鞋，那是少部分，我想是大部分，后面是经济舱的，基本上大家都是穿着鞋吧？是啊，哦，是这样吗？对啊，你有没有坐过经济舱啊？你有没有坐过经济舱啊？应该有吧？应该有吧？哎，对或错？没错。哇，这很臭。请增加2000。来，放一个。就是那个椅背啊，无时无刻都一直这样子，然后害我也没有办法往前吃东西，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往前趴一下，他就无时无刻都这样子顶到我。对或错？没错。请增加2000。不过他飞机上这是他的自由不是吗？你也可以顶后面。可是现在要用餐时间呢，你也好心一点吧。他想睡觉啊。用餐时间都会请他们扶正，可是其他时间他如果顶到最后，真的很讨厌，因为座位小嘛。对，但是在我们不会，不会吧？对，不会整个都放平嘞。我们是可以躺到大概斜成就是正躺，因为你按就了解了。这个题目啊，你如果站在这边打，你没有一题是对的。因为匡哥没有体验过，没有体验过，没有恼人的时候。来，张一鸣，把2手放在扶手站的2个位置。对，然后你就必须得这样做，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他就这样大爷这样子做的。哎，对或错？没错。增加2000。改成旅客搭经济舱，最讨厌遇到的，最讨厌。你讲是搭飞机又不是我问题啊。题目经济舱啦。对啊，怎么经济舱我怎么知道？是你的问题啦。那个飞机一落地，还没有停好就要站起来急着拿行李。然后每次都会被空姐制止。飞机一落地，他就咔要起来拿行李。对或错？没错。来增加2000。加油！来，方宇。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都在大声喧哗，讲话聊天，对，影响到别人。是对或错？这个没有在20名内。这个很烦哎。这个也没有在20名
是蛮恼人，但不是20，没关系，最后我们让他解释一下。来，又回到张彦明了。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把上面的行李箱就是放行李东西都塞满，然后等你上去的时候，怎么都没有位置可以放，他全部已经塞满他的东西了。对，就是你的位置的被人家塞满。对我说也没有在20名内。哎呦，再找位置就有了。是啊，你就把它拿出来丢掉就好了。啊，这个没有哦，这个没有。强哥，剩下还有什么？哇，孤军奋战，很恼人的。那个你才刚进飞机，有人占用你的位置，坐在那边，坐在那里或者东西摆在那里。遇到这个对或错情况没有错。恭喜2000。再来，因为4个都已经考的。想想空姐好了。空姐空姐没来。吵着要打叉的。时间到了。那到底还有什么恼人？还有什么？你们讲的都已经很恼人啦。还有什么？请讲。好了，其实呢，刚刚有提到一些擦边的，最主要第一个刚刚喝醉酒嘛，方宇有提到这个是排在第1名的，旁边的喝醉酒真的很烦。而另外呢，带婴儿上飞机，这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嘛，还是要旅行啊。但如果你放任小孩这边吵别人乱跑，这个就会有问题了，没有错。那么其实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可能都是耽误到别人时间啦，或影响到别人搭机的这个情绪上这样的一个反应。而当然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些不好，但还是有很多人承认说，对这些事情他们都做过。特别是脱鞋子，这个人最多人说，真的自己就上飞机就会想要脱鞋子嘛。而如果从年龄层来看的话呢，其实则是看起来年轻人比较有自觉哦。Z 世代就是大概2000年到2010年出生这段时间，他们大部分认为觉得说，应该是自己打扰到别人。但如果是这个战后婴儿潮时代的，也就是说大概60-70岁的人，他们通常都认为问题没有出在自己身上。刚刚有个第17名是降落时鼓掌。对啊，这个为什么？还好吧？在里面不能鼓掌吗？这很少。就是可能你还在睡觉没有醒啊，然后就听到说什么。就发生什么事情了，就会觉得被打扰到了。可是，在欧美的班机，有时候不是，因为这种情形是在中间曾经有这样过。对，你会觉得哇，这趟旅行很不平安。这样子，一落地大家就会对啊，那当然鼓掌，那很开心啊，安全降落。这怎么会讨人厌？对啊，很开心啊，对啊。来，现在的奖金有0元的哈。是，然后叶明是4000，阿翔是6000，方瑜4000，俊龙目前也还没破袋。银行还有36000，继续抢。不过这一题呢是陈柏成来举千或杀了，请出题。出国到寒冷的国家玩，常常会遇到静电的状况，请问防止静电的方法有哪些呢？请抢答。张彦宇，手涂乳液，让手比较不会那么干燥。手涂乳液对或错？恭喜，比较湿润，不会有静电。对，恭喜了2000块。阿翔，戴手套。戴手套就不会静电。戴手套对或错？想要问一下，手套的材质是什么？哎呦，这么专业。就是毛茸茸的材质。不是毛茸茸的，比较那种塑胶那种，比较不是毛茸茸的，滑雪用的那一种。滑雪用的那一种是什么材质啊？合成纤维吗？帆布、尼龙啊，尼龙布的之类的。尼龙可以。那哪种不行？如果你皮手套也不会吧？对我们材质上面来讲的话，比较天然的材质是比较不会触电的，然后还有塑胶类的比较不会触电。但是如果你用的有些材质，它其实是摩擦之后反而会增加，所以要特别去注意一下。我们大旗的工作人员戴那个工作手套就是毛线的嘛，那毛线的就会起。对啊，那就会静电，就会静电。你戴皮的就不会啊。皮的，对。方宇。那个加湿就是让空气湿一点，静电比较不会发生。对我错，恭喜加2000。俊龙，我都会先搓一下身上，就是先搓一下衣服还是手之类的，再去碰东西。好，对我错。医师为什么？上次为什么？为什么？
如果你的手是比较干燥的情况之下，你去搓的情况还是会出现导电的一个问题。那反而是要先释放电之后。对，那怎么释放？没有啊，以前像我们在 Vegas 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个东西哦，你会放到门把，当时很流行那个魔鬼克星嘛，对，魔鬼克星它就做一个魔鬼，所以你放上去会滋，这电就过了，你就可以打。很多年前，真的说门把最恐怖，你要去碰啊，或者要开车。有的人几乎会这样嘛。对先测试一下，先拍一下。哎，对，接下来那种防静电的贴纸，其实在日本很热销啊，防静电的贴纸也是可以的。来增加2000。好像可以喝一个什么饮料，碱性的饮料，让身体的电解质让它平衡，不会这么多，类似这样子的吧？你说靠喝饮料，对，就不会有静电的体质，碱性饮料平衡一下，对或错？有这种东西哦。但这个喝多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其实我们会希望你补充一些水分跟电解质，但是呢，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不要你喝太多糖类的东西，所以糖类东西的话，还是要稍微避开一下。翔哥，这题好难哦。喷酒精可以吗？喷酒精对或错？错。酒精为什么不行？酒精会干燥。酒精会脱水。可是不然酒精刚喷的时候湿可以啊。他还在湿的时候我就去碰了，我没有等他干。先加湿起来用。对啊，加湿再用。谁会喷完手机干的去开，对不对？对，我喷一喷，然后又擦干，我干嘛呢？就想个，我一定把它喷湿，马上就对嘛，不然喷来干嘛？意思你可能刚没有听好我的答案。不是，他讲的意思我听得懂。谁会喷来干的再去开，那不是无聊了吗？对不对？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说，如果是湿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的，但是酒精的标准在手上一定是喷完之后让它干了之后才会去碰其他东西，这是我们标准的 SOP 里面。对嘛？对，我就没办法帮你。是啊，好，我们以专家为主。好。我觉得放电。就是呢，你可以这么什么跳舞放电，这个你要不要用眼神放电？和小孩子的放电，跳舞放电对或错？跳舞放电就跳放电，错。我想不到，好难哦。赖俊荣不行了，那接下来是 Brian。我觉得老师应该是去用赤脚去踩，比如说泥土地啊这种去放电。对或错？恭喜，才对嘛。来加2000。张彦敏，是不是尽量少穿棉质的衣服，会吸电的那种衣服？来，棉质可以穿。棉质可以穿，但是哪一种不能穿？我记得不能讲，因为讲了变有答案。还有答案，对。来，请讲。有一种那种园丁鞋，它是塑胶的，就是那个什么布吸鞋啊，就是那种塑胶的布吸鞋，踩在地上，它应该是比较不会静电。对或错？再增加2000。特殊材质的鞋。对。还有22000哦，请继续。我听有个说法，就是因为你没有睡饱的时候，身体会缺氧，容易导电静电，所以我觉得出去玩，如果你睡饱的话，比较不容易静电。对或错？这蛮有道理。也是，连这个你也知道，睡饱了静电，增加2000。再来。那，没办法了。好，打叉了。医师，请讲解还有哪些东西？其实呢，我们会触电的原因是因为环境的空气太干燥，或者是身体本身出现太干燥的情况之下，比较容易触电，所以我们要去增加环境的湿度，所以环境的湿度可以上升到50%的话，可以减少你对触电的问题。身体里面的干燥可以用喝水的方法把它去增加，然后也可以用电解质的部分或增加氨基酸的部分的摄取，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减少触电。但是触电的一个部分就是有一个接触。所以接触的部分，我们可以事先去做释放。释放的动作的话，就是刚刚所说的，跟地面做个接触的一个动作，它就会做一个释放个电的一个动作。或者你可以戴个手套，但是手套的材质或者衣服的材质，有些会导致触电的一个问题，有些会减少。但是天然的材质、棉的或者是绒毛的这些东西，反而比较不会。还有2万块还没抢哦。下面一题呢是由朱思翰主播来举，圈或叉，请出题。
到世界各国旅游要小心，请举出到哪个国家当地有哪个禁忌。比方说到新加坡不能吃口香糖。来，请抢钱。请抢钱，你好坏哦！来，请抢人。请抢了。哇，方宇没按。哎呀，耶。在那个印度，你不能用左手去跟人家，就是可能握手啊，或者是做左手这样，因为是切卡层的时候。对对对，所以呢，记得要用右手，所以不能用左手。对或错？没有错。来，恭喜有2000。俊龙，这也是我自身的经验，在日本泡汤要开壶了，不能开壶。终于。你身上有刺青的话，会被拒绝。哎，对或错？没有错。哎，那一点点也不行，对不对？就是要看他们那边的标准在哪。那如果吃 Hello Kitty 可以吗？应该是。不行哦。有些黑道很喜欢 Hello Kitty。不是啊，因为影响游客会害怕。对，会害怕。但是他们有专门刺青洗澡的地方啊，对不对？2000块来记录上。哎，这也是我自身的经验，就是去夏威夷的海边 Waikiki 海滩嘛。很多外国人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躺在沙滩上，但事实上当地其实是沙滩上是不能饮酒的。夏威夷不行，海滩上是不能饮酒的。对或错？没有错。来，恭喜有2000。这也是我之前去阿曼跟也门回教国家不能吃猪肉。哦，对。No pork 啊。对 ，No pork。No pork。对或错？没有错。来，恭喜2000。也破万喽。在日本的电车里面，不可以讲电话。哦，真的吗？大家都或者是不能讲的太大声，要很小声讲，或者是甚至他们都不讲电话。你这个答案很模糊啊，到底可不讲不可以讲？真的很模糊吗？对啊，你又说可以讲，然后又不能讲，你就一个决定啊，就是不能讲电话啊，不能讲电话，对或错？就不太礼貌啦。哦，对。好，方宇，去泰国进去庙一定要脱鞋，然后不能穿短裤。对或错？没有错。来，加2000。俊龙，在日本搭计程车的时候，以前我并不知道说，其实那个门最好不要自己去动它，司机会帮你开门跟关门。对，对或错？没有错。来，请加2000。还剩3个名额了，6000哦，来请。去印尼巴厘岛的时候有很多那种神庙嘛，那基本上如果女生月事来的话是不能进去这些庙里面的。对或错？没错。恭喜加2000。台湾好像也不行，对，好像建议而已吧。可是他那自由新政嘛，对，自由新政，现在可以了。以前会广播嘛，那咱们那有什么吼来加真的会这样？以前呐，广播会啊，庙公要有广播。他会怎么说？进香团就来，有人车来，有人车来，有查某囡仔有些无方便的，唔当入哦，迄是对心不敬哦。对的，这没有错啦。瓜哥走过的庙比我们吃的饭还多。对，这倒是。来到谁了？啊，叶敏。俄罗斯，我记得好像有看过说什么俄罗斯不能向对陌生人微笑。对，不能对陌生人微笑，对我总。是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也是这样听过哎。真的吗？我有听过，我也有听过哎。可是我们有过经验哎。阿哥，可真我会帮到你，对不对？我没有听过。没有，他已经错了。哦，你错了，已经错了，该你了。可是该我了吗？对啊。我本来也有想过他这个答案。好，我这个答案先跳过好了，我先想一个。跳过，他已经错了。对嘛，他已经错了嘛。应该是在泰国，你不能随便摸小孩子的头。来，对或错？没错。哎，恭喜加2000，剩最后一个名额了。好，在韩国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可以把饭碗拿起来，你会看到韩剧他们都是这样，直接碗在桌上这样吃，因为拿起来呢是 kija。来，对或错？没有错。恭喜再加2000。是哦。好，都领完了，各位。对。哦。所以呢，奖金来宣布一下。好，目前布莱恩12000，叶明1万，阿翔12000，方宇12000，俊龙4000。好，接下来呢，我们呢要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赢者全拿，请讲解规则。在这一回合呢，
提问之后会有 A、B 2个选项，看你是要选 A 或是 B。如果我们这一题有3个人选 A， 而且答案是 A 的话，1个人代表1000元会马上入我们的金库里面。那这样就累积3000了。那分3轮，每一轮最后留下来那一位可以把那一轮累积的奖金全部注入自己的账户，赢者全拿。来，我们第一题，请出题。到这个国家旅游好开心，请问到哪里只要花3000台币就可以换到上百万的当地货币 ？A. 越南 B. 泰国，请作答。泰国钱跟台湾差不多了，这个就如果讲越南跟柬埔寨就很难去猜，对不对？对，越南有比韩币，越南跟韩币哦，好像韩币是乘以40，所以3000乘以40，越南更多，越南更多，越南更多。正确答案是越南。台湾人呢到越南旅游的时候，会因为汇率的差别，会先比较习惯将台币换成美金，到那边再换成越南盾。那3000元的台币呢，差不多就等于2300多万的越南盾。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数十年来啊，越南的通货膨胀比国际之间高嘛，所以呢，这样数十年下来，它已经成为世界上币值最低的货币之一。来，请加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陷阱。请问，根据统计，2023年假讯息排行榜第1名是什么呢 ？A. 限时贴图免费放送 B. AI 模拟语音诈骗。请作答。好，选择一个的 B 的是方宇呢，请说。因为我觉得那个限时贴图，我觉得大家现在免费放送已经不够有吸引力了，过时了是吧？对，过时了。那 AI 就是最新的科技嘛，模拟语音诈骗，你就听了就是会好技能，是什么什么，赶快呢就是按下去。正确答案是 B AI 模拟语音诈骗。其实就 LINE 的官方的讯息，截至2023年底呢，已经有17万笔的可疑讯息举报，其中 AI 诈骗相关的呢，就占据了榜单的前3名。那专家提到，因为你用录音的模拟技术啊，虽然好像可信性很高，但还是听得出来有破绽。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感觉，然后挂上电话中赶快去求证，提高我们的资安意识哦。那第2名呢是简讯相关的诈骗，比方说伪装政府骗你6000啊。那第3名呢也是简讯诈骗，就说哎呀你交通的罚单还没缴啊，逾期啦等等的。来，你只有1个人获胜呢，加1000。6000元来，请汇入方宇的账上。这是第1轮哦，接下来进入第2轮，请出题。午时间是许多上班族的困扰之一，请问午时间的取名由来与下列何者有关 ？A. 发作时向肩膀顶50斤 B. 50岁是好发族群。请作答。1个人选 A， 发作时向肩膀顶50斤。张彦敏，50斤很重吗？因为50斤，感觉现在好像一般20-30岁、30-40岁都会有，好像不是50岁才有的专利耶。我们全部都选 B， 谁要选 A 啊？不然，如果你答对，我们答错，我们这一集会不会不够长？你真体贴，应该是还好。不然，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啦。当初他取名就是因为他是50岁是好发的族群。对。正确答案是 B，50岁是好发的族群。午时间呢，根据他的卫教资讯表示啊，午时间取名就是因为你40岁、50岁之间很容易发作，所以才有这个名字。来，请坐在那边，叶敏。刚刚没有做是因为4个都打错，对啊，不用做。对。那个来，请加4000。好，接下来下面一题，请出题。提神只会喝咖啡，小心喝过量。请问做下列哪件事也可以帮助提神 ？A. 嚼口香糖 B. 吃白吐司。请作答。
吃白吐司啊！阿翔喜欢吃面包，我知道。微妙，微妙。对啊，白吐司为什么可以提神？吃饱不是想困？不会。吃白吐司是因为呢，这个吐司呢，因为我喜欢吃面包嘛，最主要是我喜欢吃面包。我知道你喜欢吃面包，但是我觉得这个嚼口香糖，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嚼口香糖，因为可能你一直在嚼，可能好像对于这个有帮助。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题目肯定是陷阱题。对，是吗？正确答案是。嚼口香糖，因为我们反复咀嚼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提神。如果你吃白吐司的话，加上它里面的成分啊，很多淀粉啊，你吃完会更想睡觉。我跟你讲，你吃完一定想睡觉。对，早就说是嚼口香糖了。来，请到老吴。好，请加3000、7000哦。下面题请出题。根据旅游平台调查，情侣一起出国时发生什么事最容易让感情增温 ？A. 吃到好吃的料理 ；B. 遇到下雪。请作答。A、A、B 哦。俊龙，你选择的是遇到下雪，因为那个我们在台湾嘛，没有下雪啊，吃好吃的料理在台湾也可以做得到嘛，对啊，那也是我个人的经验啊，对，因为我带我老婆去北海道的时候遇到下雪，那天就没吵架。方宇，我觉得遇到下雪不行因为遇到下雪你会你怎么没有带？我不是你戴围巾吗？我想说你怎么穿这个鞋子？就是有没有带一些遇到下雪要我以为你为什么没带？要你们俩超直男，真的。就是手套啊！你怎么你怎么没有带这保暖的？会吵架。那吃到好吃的料，比如说拉面，好好吃哦，就2个人就会可以一起去追逐。我觉得讲法跟方宇差不多，因为有时候下雪不是来太棘手，比如你在开车有下雪，你会整个慌张，很容易出包。对，或者是你明明去的地方你保暖做的不够，然后就突然很冷，然后你一人身体不舒服，整个情绪就会很差。而且下雪太限定区域了，如果我今天有些因为是民调嘛，所以有些人可能去的地方没有下雪，所以他就会讲个他遇得到的事情，所以吃到好吃的地方比较不受限国家。正确答案是 B， 遇到下雪。其实有个趣味调查叫做2023年情侣出国升温、感情升温的事迹呢，邀请了网友分享去年跟另一半出国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其中遇上浪漫的飘雪，有近千名的粉丝都说这个最浪漫了，所以他是感情升温 No.1。然后呢，还有其他人像选2、3名的，分别是在迪士尼看烟火啦，或是搭邮轮轻松玩，感情也超加分哦。来加1000而已，8000，请进入俊荣的账上。终于上来喽！终于，你看12000、18000、12000、12000，对，你们请回来。可以回来了。第3轮，决战局，鹿死谁手不知道，看不出，好差很远呢是。那你们要同心协力，不要一下子就倒下了。我们也希望。对。来，第3轮第1题，请出题。手机镜头越出越多，请问设置这么多颗镜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有更多摄影功能 B. 提高照片画质。请作答。3个 A 2个 B 啦。张彦敏，请说。因为手机的功能，我之前从 iPhone 4到 iPhone 7，它是不是最主要照片的画质让它越来越好，越来越清晰？因为我们之前都颗粒太大，看起来很模糊。来，翔哥。它那个1颗镜头转变成3颗镜头，是让你的手机可以 run 很硬，或者是拉很广，所以应该是更多摄影的功能。因为他都自己当导演剪片子。他说 run 很硬，我就以为他下一个 run 很 out， 没有，在等他 run 硬，然后拉得很广这样。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有更多的摄影功能哦，因为单颗镜头能做的事情就是有限，那市面上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万能镜头能让我们一下拍近、拍远、拍广角或是景深，所以很多手机的大厂呢开始出现很多颗不同的镜头，有不同的功能。那说真的，功能变多其实不代表你的画质会变好哦，是2件事情。来，2位请到。哎呀，来3000块请加入。
接下一题，请出题。震惊全球的 AI 最新技术 Sora 即将推出，请问它主打能够将文字转成下列何者 ？A 3分钟的音乐 ，B 60秒的影片。请作答。好痛苦。作答。哎呦，搞不好就你一个赢哦。就我一个人哦。3分钟的音乐，请讲。我觉得 AI 技术它越来越高超，像现在我们很多影片都是可以听音辨字，把文字都打出来。然后呢，我还没有去尝试过可以把它转换成音乐的。对于我剪片来讲，如果它能够自动帮我配成音乐的话，我会觉得它会省去我很多剪辑的功能。这样。OK， 来，方宇。就是我觉得音乐不够强，应该是60秒的影片，因为比如说你就可以叙述一个故事，它就可以60秒生成了这个故事的影片。其实这个技术是上个月才发表的，它目前还在封测，就是一般人其实用不到。它就是厉害，就是打文字就会出现影片。但现在更厉害的有个新的 AI， 就是你放影片上去，用 AI 它会帮你自动加音乐。所以未来你做一个动画、做个影片啊 ，AI 真的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不好意思，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60秒的影片。但是今年2月的时候 ，OpenAI 才推出的 Sora 的模型哦，它不仅能生成长达1分钟的影片哦，而且在视觉的一致性啊，跟对文字指令有没有好好的遵循上面，其实表现都很不错，所以会震惊全球。因为你不知道你看了什么东西是从文字这样过来的，也太棒了吧！所以 Sora 的出现呢，标示着影片生成即将进入大众都可以使用的阶段。翔哥，请坐。好，谢谢。谢谢。哎，请增加2000，现在有5000哦。你们俩决战，请出题。千万不要在这时候做重要决定。研究发现，在什么时候做的决定会最差？只在乎眼前利益。A. 肚子饿 B. 肚子痛。请作答。肚子饿。方宇。因为肚子饿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集中精神，肚子痛的时候，我觉得你还可以分身，所以我觉得是肚子饿。哎，不然也一样啊。对啊，肚子缺氧嘛，缺氧对于思考上就会比较欠缺判断。正确答案是肚子饿。如果你身体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呢，我们体内会有一个饥饿肽，这个浓度会被拉高。那饥饿肽呢，除了会感到非常饥饿之外呢，还会改变一个人的决策风格。如果你在很冲动的时候，你肚子饿，你就只想吃，你会因为这样的冲动做出错误的选择。所以呢，我们会变得更短视近利，影响很大。是的，来，请增加2000、7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如果想要转运，泰国有什么样特殊的习俗，做了可以去霉运，带来新的开始 ？A. 模拟丧礼 B. 裸体跳舞。请作答。2个人都选模拟丧礼，不是裸体跳舞。那个从泰国四面佛都有。可是是为了去霉运，对，裸体跳舞是谢神，就是你的愿望达成，可以裸体跳舞。听说有四面佛还愿的。对，可是就是去霉运，我觉得是 A。正确答案是 A， 模拟丧礼。在泰国的许多寺庙呢，棺材是拿来替人们转运的。比方说呢，在曼谷的郊区有个叫做瓦邦纳奈寺，每天就有超过100个人呢进行模拟丧体的仪式。要怎么做呢？怎么去霉运呢？首先呢，参加的人要缴100个泰铢，其实也还好。对，然后你在过程中必须遵循僧侣的指示啊。你先用右脚跨入棺材，之后躺进去之后呢，你头要朝向西方。那依照泰国的习俗，这个是遗体会面对的方向。接着你再转头，就代表你这个步骤象征了重生。请加2000。你们2题都答对，第3题再答对的话，奖金就要均分，也就是代表的方宇会获胜。如果不然这一次没有一起把他击倒，你也不会赢。好紧张。请出题。
往许愿池丢硬币这个传统，可能源自古代希腊神话。最早是由哪一位神族在井中投入了什么 ？A. 眼睛 B. 手指头。请作答。两个人都选 A 哦，眼睛哦，不然讲，因为我觉得既然就是神话嘛，我觉得硬要跟手比起来，我觉得摘眼睛比较困难一点，对，比较有戏剧性啊。你想想，硬币是不是长得很像眼睛呢？哦，它不是像手指头啊。很有道理耶。正确答案是 A 眼睛。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北欧神话里面的密米尔之井，也就是所谓的智慧之井。只要牺牲某些你很重要的东西的话，就可以得到无限的智慧。所以古希腊的神呢，奥丁就牺牲了自己的右眼，把它放入井中。他有什么能力呢？他就得到了可以预见未来，还有了解世界的智慧。2000对不对？加2000。所以变成3题你们都答对，是，所以11000的话就一人5500，请入账上Brian 5500，17500，请入方瑜5500，哇哦，哇，23500，目前大家奖金3轮都答完了，23500，方瑜是我们今天的冠军，进入最终战 Battle ATM。欢迎来到未来银行的金库前面，恭喜你也可以获得提款的机会。这张卡，请插卡。23500等着你。金库请打开。如果成功，可以领走23500，请看密码提示。分别是总笔画42画的夫妻吵架，或是总笔画36画的外星人看绿豆。夫妻吵架，家常便饭。家常便饭。如坐针毡，夫妻吵架，外星人看绿豆，你有想到什么成语？外星人看绿豆，那个是食之无味。对，因为他也不吃，对他也不吃绿豆。外星人看绿豆，但不会弃之可惜啊。有看没有懂，哎，不算成语。今天大家好是36号4哦，你先决定哪一个？外星人看绿豆。哦，真的吗？36画，对，字画比较少。来，请锁定外星人看绿豆。那夫妻吵架呢？是哪4个字成语？请看。好险，没有选这个，好难哦。奴好难吧？奴可能我写不出来。对，奴写不出来。对啊，而且写成奴隶的奴会不会？而且你现在看这个剑，好像笔画怎么变那么少？1、2、3，对呀，怎么跟我们平常写的不一样？会不会写到犯贱的贱？接下来你要看你的题目，你所选的外星人看绿豆。沧海一粟。哎，不难，不难了。来，请开始计时，清除。31500根本送了。计划。1、2、3、4、5、6、7、8、9、10、11、12。这个应该很清楚，应该很简单。这个。好，沧海一粟，密码12100111，对或错？我想起来了，错，你还有几秒？23秒，请更正，计时开始。还有几秒？9、8、7、6、5、4、3、2、1，停。好，沧海又变13，刚刚本来几画？刚才12，刚12，所以你现在又改成13100114，对或错？
错，来，时间也到了。哦，这个树不是这个树吧？漱口的漱不是吗？对吧？不是啊，应该是这个吧？是米粒的那个字，粒。应该这个数，他一直写那个数就，所以密码如果改成13100112，对或错？啊，这个就对了。你就是那个数是搞错的，有说很难也没有很难嘛。哎，正确的答案呢，请公布一下。看啊，沧海一粟。好，谢谢。真可惜。来，金库请关闭。好，我们往前。说难也没难，不过你选的是简单题目哦。对。那剑拔弩张，剑都已经快抽出来，弩是代表攻嘛。弩很难。你都拉剑了，我就拉弓了，已经夫妻就像要战争了嘛。气氛紧张。对。那至于沧海一粟呢，是最早是苏轼去参观赤壁之战的地方，后来发现哦，原来赤壁是这么大一个地方，人是多么渺小，就好像形容人在地球上也很渺小嘛。对，就像是海里面的一颗小米粒。那地球在宇宙也很渺小，所以叫沧海一粟。是，也谢谢各位今天的参加，别忘了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感谢，谢谢光哥，谢谢光哥，谢谢你啊，王宇轩，翔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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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庄。